孙良，拿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明义是我的枕边人，他是谁，我比谁都清楚。若今日你敢动他，那我便让你没有明日。既是季仙君枕边人，要想验明正身，我还有一个方法——姻缘石。 姻缘石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姻缘石是上古神石，能验明正身。生灵皆有本名，须得名姓与真身对应，方能镌刻姓名于神石之上。季伯载为斗者，本不该与旁人缔结心印，互通神识。但既然季仙君如此信任明义仙子，本公主倒觉得这个验明正身的方法也未尝不可。 好啊，那我便证明给你们看。之前欠你的，我现在给你补上。来人若是有情人，秦桥自会相连，请上桥。他们真的通过了蒙云潭的结界？怎么会？禁止外人擅入有情界，退下。少群。 叔父应该清楚，这道结界，除非是有情人，否则进不去的。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，进入蒙渊潭深处。
如果我不是名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，若有作假，会受天罚。轻则元神破碎，重则灰飞烟灭。你不要命了？你阻止我，是怕我知道真相后，想要杀了你吗？不管你是谁，都如你所愿了。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，证明不了你的身份，我亦有麻烦。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，你也一样。七伯子，上古神石的范式，你这点微末道行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这样下去元神受损，我不能不管。你竟然有灵脉，你到底还隐瞒了我什么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确实来自瑶光山，和明星有关。我就是明线的未婚妻。抱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。原来与我缔结心印的妻子是明宪的未婚妻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你先把27还给我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他在木岐柏那儿受了很重的伤，若不及时治疗，他就没命了。我求你。27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明信的从寿之所以跟我有感应，是因为我跟明宪从小相依相伴。如同一胎双生，亲密无间，所以明宪的从寿能为我所用，与我连接。而且，你从一开始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青云大会上，明宪输给了你，是因为他遭到了旁人的暗算，才会失利。瑶光山内部兄弟之间互相倾轧，明宪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星，他污蔑明宪叛境，随后明宪就不知所踪。我怀疑吉星渊有人勾结瑶光山内部，暗害明宪。现在看来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木岐柏。求首领告知，如何延嗣绵延，保我后世一脉长盛不衰呀！
后账，愿以此生所有作为交换。后账，我可以实现你所求，但你得先做到一件事。明义，明义，明义，殿下，都死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风君，方才有妖兽，刚那个他们都死了，妖兽？这突然一团黑气就冲我们来，都怎么可能？嗜血妖兽自从百年前灵脉女仙之祸后，就已灭绝。再说，如果真的有妖兽，你怎么还会活着？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我分明看见了，怎么会错？就是妖兽，要不是方才，要不是司徒仙君搭救，我早就死了。韩风君，由此看来，后赵背后果然有人指使，定是此人想将明义和若水灭口。司盼既然也在，不如说说看，方才当真是你救了他们？还有，你可是真的见到了妖兽？对不起了，司徒仙君，我只能先让你睡会儿了。是，方才我押送后赵离开后，我这返回，我就撞见了1、2、3、4，反正好多只妖兽，尚未炼成的，正在袭击2位仙子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对付妖兽，这还是平日里一沾公务就卸担子的司盼吗？过去我是有些懈怠的行为，但其实我都是以司盼的身份去考量哪些是该做，哪些是不该做。救人于危难，也是司盼之责。韩风君对我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既无灵脉，是如何杀死妖兽的？正因为我自小没有灵脉，所以我学了些身法保护自己。想来，就是为了今日能够赌上性命，保护2位仙子。也是因为那些妖兽尚未炼化完成，在下才能勉强应对。既有司盼的证词，不知韩风君还有何疑虑呢？这可就奇怪了，韩风君在担心些什么？
妖兽现世，说不好可是要危及六境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韩风君，此事必须要彻查。季仙君言之有理啊，此事必须彻查。嗯。以前管闲事也就罢了，眼下你这副身子骨不行了，心里有点数。林艳华凋谢了第一半，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经过那段反噬，我现在没事了啊。邱若水的命不是闲事儿，那当下除了我，没人能救她了。不过今日之事实在太过复杂了，先是揭发后赵利用陈渊炼药，又是绝迹100年的妖兽出现。好在这事闹大了，司潘堂肯定会彻查陈渊，那血竹花的交易就会就此停止。寒暑之水的人总算不用因采摘血竹花而受难了。我让你送那些金银珠宝，你都送到了吧？季伯仔才不是为了要给他们申冤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拿季伯仔赏我的给他们，也算是劫富济贫了吧？人家确实是需要钱，可你连这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大人，妖兽没有伤到你吧？大人，我没事儿，你不必担忧我。那若水仙子她怎么样了？她没事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大人，我说没事儿，那就是真的没事儿。怎么，大人是觉得对不起我？你也受到了惊吓，早点休息。这今天又是想搞哪一出？等你睡了，我再走。主上，行刑时间差不多了。蒙你走。前极仙渊司判堂主事后赵，利用陈渊残害无辜，证据确凿，罪孽深重。今韩风君代君上下令，即刻湮灭其元神，以告慰枉死之人。行刑。
回去禀报韩风君，行刑结束，他已元神尽灭，静待消散即可。季伯在，我答应过你，用我自己的性命还我女儿平安。现在我已坦白罪业，韩风君提审我的时候，关于你的事我只字未提。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的，也不能反悔。你一定要把建业藻交给若水，治好他的病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你笑什么？啊！你笑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跟仇人搅新人吧？季伯在，你是不是已经把建业藻毁了？若水呢？若水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们后世一脉唯一的孩子了，季伯在。后赵，你是不是慈父演得太久，装得连自己都相信了？这种鬼话，你怎么有脸说得出口？是，他的确是你们后世一脉最后一个孩子。只有这句话，你说的是真的吧？你知道了什么？后赵啊，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我夺走的可是你全部的记忆，当然也包括这一段。后赵，我可以实现你的所求，但你得先做到一件事。你需要献祭给我一个你健康无恙的血脉。可我后世一脉所有子嗣，全部死于枯之病，我去何处找寻什么健康的血脉啊？后赵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若枯之病病情尚轻，服建业草可根治。你给若水种下祸杀之术，他在服下建业草恢复之时，便会瞬间失去心智，自行了断，将一身健康的鲜血弃于你家族的树里，让你的家族能够继续繁衍。你是不是把自己都催眠了？忘了你只是把若水当作祭品了吗？怎么？你当真以为你是个好父亲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后赵，我要让你亲眼见到你们后世一脉就此断绝。季伯在。
你凭什么？我凭什么？我师父薄玉兰是如何惨死在你们的手中，我都历历在目。他死前所承受的所有痛苦，就该100倍、1000倍的惩罚在你们身上。回来了，大人，饿不饿？我做了葱油饼，可香了。我们花月夜的房主福月就跟我说，想留住男人的心呢，就得勤快又贤惠，所以我就想，看男友厨房，给你做个早饭。葱油饼，你前面就是在做这个？葱油饼啊，是我这世上最爱吃的食物，也不知道大人喜不喜欢。那你怎么也不来寻我呢？大人担忧我的安危，不让我出门，那我总得想着为大人做点什么吧？啊，大人，难不成想我啦？自然是想你的。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才刚起呢。正好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大人，难不成想在这儿？这多不合适啊！你似乎……哼，你咬我？这不是良辰吉日，大人这样影响灵修的。大人有慧根，要保重身体。什么对我一片真心，结果却是如此扫兴。既如此，你就回去吧。我这儿不留你这般乏味的仙子。大人，荀婆婆，大人，主上，送她回花月夜。是。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别把我送回花月夜。我若是回去了，福月房主定觉得我是个没用的，会折磨死我的。我的武圣，与我何干？大人，大人，我从小家境贫苦，我父母双亡，我在花月夜我都是度日如年，我只求大人给我个容身之所，我求您了。讲完了，故事也是如此寻常，更无趣了。大人，大人，
你留我就是留一条命呢！你怎么这么多话？我为大人在所不惜，赶倒屠敌。大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！快点走嘛！大人，我对你有用啊！大人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大人，你留下我。婆婆，大人他是真的误会了，我不是不想，我就是单纯没准备好。大人就这么心急，立刻把我送回花月夜，他就这么能哭情？大人这么一把我送回花月夜，我倒大霉了。婆婆，我求求你，婆婆，你行行好，你劝劝他，他若是你的话，我留下来当个仆从也行，我当你仆从吧，婆婆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哦。行。就这么把我送回去了，大人身边无人，肯定还会有人再安排仙子到他身边。婆婆，你可得好好把把关，我是真担心大人呐，你。二姐，靠你了。设法告诉木器柏的人，季伯仔把我送返花月夜了。哟，都到这么早，就差我了，怪我了。我去那个花月夜看了会儿热闹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就昨夜，那个季伯仔季仙君从花月夜带回去那个小仙子，还记得吧？记得。你说他不知道怎么着得罪了咱这位吉星园新贵，今儿一早就被人给扔回去了。扔回去了？要不就说季仙君这新鲜劲儿啊都不隔夜，带回家1日就给送回去了。这经历未免也太有限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季伯仔把人给送回去了？是啊，那福月房主现在还让人家擦地呢，好可怜呀！从南擦到北，从东擦到西，来回去擦都不让人家停。哎呀，你说说这福月房主他怎么心这么狠呢？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是。既然那仙子已被送回了花月夜，此时便是我们再次送人的好时机。青云大会之后，本君几番向季伯仔示好，他都未曾有过回应。哼，我倒想要看看，他这次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。只要能将人送入无归海，那么在外人眼中，季伯仔和我那侄女之间的结盟就不算太稳固。属下明白了。说说看，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为何要在无归海偷盗？因为太穷了。我家世代身处寒暑之水，只能以采药为生。我所认识的亲友，他们3餐都成问题，所以我……那你也不该。是，我羞愧难当，还请大人严惩。不能严惩。我愿见3餐，徐婆婆的家我全包了。如果大人有需要，我还有需要你直接说就是了。啊！我对严笑说了，你就是无归海的女主人。往后若是你有需要，直接开口便是。还有，这房间以后是你的了。这房间，谢谢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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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季伯仔此人疑心极重，我们必须要有多手准备。另外，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我若假装贪财，反而能打消他的疑虑。只要能解毒，可以让你先嚣张几日。主上，说过多少遍了，私下见我不需要行礼。哦，是。动身往逐水灵州之前，先去一趟寒暑之水。为何？明义出身于寒暑之水，你仔细查一查他的底细。主上是要留下他？是要暂时留下他。他当着严校的面，架着我认下他的身份，一时半刻也不好再将他送走了。外面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安插自己的人进来。若他真的没有问题，留下来当个幌子，挡走那些人也好。主上未免太谨慎了。其实，杀了他更容易。若他真是寒暑之水采药仙家的孩子，那他对于我的计划就还有用处。寒风君也找你了？没啊，我就是来玩的。请。谢了。哇，好好喝呀！属下无能，那季伯仔把花月夜的仙子又接了回去，用它做挡箭牌，拒不收人。既然软的不吃，那就来硬的呗。硬的不行啊，太硌牙了。寒风君的意思是栽赃陷害，可是没有把柄啊。这壶有把柄也不好拿呀。还是让本君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乌龟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寒风君说的是。现在外面看不见，也听不着我们了。你真可以啊！一番操作下来，成功稳住了季伯仔，还让他把你留了下来。极星渊现在的局面，就是神君缠绵病榻，寻常总是昏睡不醒。其膝下唯有一女，不可能继承君位。其胞弟寒风君穆其柏，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神君。但是谁都没想到，这天机公主竟挖出了身在沉渊的季伯仔，让连连落败的极星渊跻身上境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而七云大会收尾之后，天机公主也愿意和季伯仔联姻。这寒风君不会乐见其成，于是他表面上是在拉拢季伯仔，实则是在警惕他和天机公主结成联盟。所以季伯仔需要挡箭牌，就像我需要抓板。所以这乌龟海也很难让季伯仔放心的藏黄粱梦。你查过他身上吗？我查什么？你想呀，最宝贵的东西，没准都随身带在身边呢。怎么可能这么明显？大人才是全乱了。难不成还真在身上？但你能搜他的身吗？搜身也许不行，但是能达到搜身效果的，哎，脏耳朵，脏耳朵，什么
我主人呢？你不知道我年纪还小呢。变回来吧。哎，一会儿奖励你小鱼干。你看你这什么破烂都往回捡。找到了。你逃命路上怎么还带闲书啊？自从我知道他把花月夜当家住之后，我好费心才找到的。你主人我呢，学东西太快，这点东西，这什么呀？这都。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！花月夜已经几乎算我半个家了。这个地方，我的确许下过诸多承诺，也留下了诸多回忆。承蒙各位仙子的厚爱，让我能够忘却俗世，见得极乐。聊赠薄礼，往后的日子，愿诸位仙子事事如意。主上，明义已经被送回花月夜，现在正在受福叶房主惩罚。那法术结界被破之事，回去了就行。乌龟海四处都是眼线，有嫌疑的也不止他一个，正好找个理由将他送走。眼下最重要的，还是拿到剑叶草。逐水灵州赢下了青云大会，莽福林沼落败，进献的贡品中就有几种。明日你便前去一趟。是。不朽，逐水灵州功法邪门，你切记保全自身。无碍，他们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杀一个。主上，来了一双女子，言笑仙君带来的。我来，先别杀。季仙君，在下受寒风君之命，再送2位仙子入府。你这偌大的院子也没有一个侍婢，总不像话。谁说没人陪我？昨夜我不是刚带回来一个？可我听说，那仙子已被季仙君送回了花月夜。哼！既然昨夜那仙子伺候的不好，潜回去也是应该的。但这2位仙士，可是寒风君特意为季兄挑选的。季兄贵为首席战客，身边总该……连兄当真听说明义回花月夜了？是啊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明义早上跟我闹别扭，离家出走了。我本想着装作无事，别像个毛头小子一样，为了一个小仙子就乱了阵脚，竟没想到闹出如此误会，真是让人笑话。但说到底，关心则乱，我实在是着急找他，先失陪了。心儿，这是母妃亲手为你做的栗子糕，快尝尝，好吃吗？不错。自从明宪输了比赛，私自逃离瑶光山之后，君上便不会给君后再留情面了。心儿，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总算有机会为你铺路了。儿子已派人拿追击镜遍寻6境，一旦发现明宪踪迹，即可拿下。只要能让明宪死在外面，群龙无首，
那下一届青云大会前，傅娟定然会确立新的太子的。眼细点儿，手快点儿。灵力这么弱，别人 biu 一下就擦完了，你搞半天，还有胆子得罪季仙君，我花月夜的招牌都快被你毁了。真不知道当初我怎么就心软，把你这个废物给招进来了。我嗨，因为你心软嘛，你最好了。贺公子呢？走了？还说呢，这地呀，别再擦了。他那一脚高一脚低的人，今天都打滑好几回了，特别不开心，害得我给他多唱了好几支曲呢。哎呦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我？我怎么就不心疼你了呢？那你还让人家在这里擦地？行了，都别擦了。我答应给你的东西，很快就能拿到了。之前说好的事，你不会后悔吧？仙君放心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水是定然要报答的，我不会后悔。恩情谈不上，有没有你，那人我都要杀的。他虽是我父亲，但他那样心狠的对待我和母亲，我绝不远游。我一定会按你的计划行事，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当然，有罪之人不该善终。今时的我，已通读灵修，宝朝非昨日的我了。我今夜一定摸透季伯仔的老底，把他身上的黄粱梦带回来。你等着看吧。帮我弄件衣服。什么衣服啊？脏耳朵了！赶紧的，快点。拿我天生的弱点对付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？不过分。哪个小猫咪最听话呀？我最听话。哎呦，他这房间四面通风啊，冷冰冰的，一点都攒不住人气。哎呀，小小季伯仔还想难倒我呀？哼！这太一般了，这。普通。哎，好，哎，回来了。这能行吗？这。主上，韩风君已在内等候多时。
于禁，于禁，当初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死在季伯仔手里了。是那个时候，掉在了他的灵犀井里。他只是将于禁当做战利品，放在这里日日关烧。伯仔老弟啊，你这乌龟海甚少有外人来，本君今日前来，没有冒犯吧？没有的事儿，是我门庭寥落，让韩风君见笑了。这就是伯仔老弟你平时生活的地方。韩风君，里面请。老弟啊，你这住处当真是敞亮透风啊！是啊，过去的沉渊，渊深逼塞，密不透风。过于幽闭的地方，大多藏污纳垢。我现在啊，就是喜欢这番一览无余。你当真是与众不同啊！不过，你这乌龟海只用那一个老妪，终究还是冷冷清清。不如还是本君给你安排2个人，让你这边也能热闹一点。韩风君，你可千万别，我怕我家那位小仙子又寻死觅活的。怎的寻得这样一个醋坛子？荀婆婆，拿酒来。此酒可是经孟阳秋指点酿成，酒仙世家的方子，快尝尝。好酒啊！不瞒老弟，本君一直想同你交个朋友。本君的小侄女天机和你相识在先，她慧眼识珠，破格提拔你做了斗者。你逐鹿青云，为吉星渊挣了这么大一个面子。本君虽为后来者，但心中敬佩敬仰之情，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得韩风君轻言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既然老弟你也愿意同本君交这个朋友，那本君心中好奇，老弟能否解惑一二啊？知无不言。吉星宫一直传闻，说老弟你的灵脉是靠离恨天得来，用了离恨天却能活下来，莫非是你手中有黄粱梦？而且，你这小猫钓到小鱼没啊？跟你说啊，这明宪呀，刚刚被人家吉星渊打败，怎么着也不能往这儿逃啊！我看那程云君啊，就是急糊涂了，才派你我2人来这里找人。不管找不找得到，上头有命，总得来一趟。只不过这辛苦费，还是得设法回去对消。这吉星渊的花月夜果真名不虚传。来，先在这消遣一下。这追击镜啊，是内卫交用，若明宪在这附近现身，他必然会有警示的效果。开启后，镜中会出现指示罗盘。怎么没有反应？难道明宪当真藏身此处？追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
让！这罗盘一直转，我们怎么见不到人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弄错了，是在楼上。让我过去。在哪儿啊？他，就是他，别跑！居然还能找到我！还想跑？转过身来。季波仔怎么还不来？实在不行，只能自己动手了。他是我的人，你们穷追猛赶是要做什么？季仙君如今一朝得势，就什么都要干涉吗？这仙子行迹可疑，令我们手中的追击境事情，还请让开。哎，瑶光山的，你们输了青云大会，沦为下境，如今还要拿这个破镜子来我吉星渊的地界上抓人，还不快滚！季仙君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这仙子确实古怪，见到我们就跑，我们总得……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我说，滚！她一个花月夜的仙子，不可能是明仙，定是程云君这法器不行。咱们赶紧走吧，别招惹季伯仔。好。他们走了。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快，换身新衣服，跟我回乌龟海。荀婆婆不讲情面，一再推拒韩风君的好意。可若真得罪了韩风君，有什么好处呀？荀婆婆受季兄救命恩惠，自愿留府，更应该为季兄考虑才是。仙君如此清楚老身来历，想必更加了解。我乌龟海上下为主上马首是瞻。都请回吧。主上。这才多久啊？这么快就想找人来替代我啦？别生气。哼。严兄，还不快帮我解释一下？明仪仙子，这两位仙士是韩风君精心挑选来的，绝对不会与你争锋。大人，你把我从花月夜接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答应我要彼此真心相待，让我在乌龟海平安顺遂待下去的？算是吧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怎么不算是乌龟海的女主人呢？姑且这么以为吧。姑且，算吗？算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两位仙子若是执意留在乌龟海，我宁愿自毁元神。万万不可。那你让他们走，顺便告诉所有人，我就是乌龟海的女主人，让他们死了心，别再塞人进来了，否则我死给你看。严兄，你看，这我该如何是好啊？我家已经因为你的好意变得鸡犬不宁了，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做一名官夫吧？对吧？
真是好一个官夫啊！既然继兄都已经如此说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千钧请吧。你们继续，我走。大人看着我做什么？原来我不小心接回来的，是无归海的女主人啊。嗯，不客气。大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回到花月也不过半个时辰，言笑就带人过来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传出去的吧？瑶光山的破镜子还对你有了反应，你到底是谁？大人，放开我，疼！大人，这是想验我身，看我是否用了幻身术。行，你验。大人是铁了心要冤枉我是吗？我怎么知道那个破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瑶光山送来的贡品，大人都分给那些姐妹了，说不定追击镜就是感应到那些呢。啊，这么巧？那你验我身，验出来什么没有？哎，没有。又是搜身，又是拷问，大费周章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我都替大人遗憾呢。不见得。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气息全乱了。大人才是全乱了。大人若是不信我，我走便是了。好紧，为何明明解开了狐媚香，我心跳还是如此快？要这样吗？不然呢？哦。
我这些黑色的岩壁都是什么呀？这应该是你身上的封印。封印？我怎么会有封印？谁给我封印的呀？难不成是因为我身上的护心莲？此等封印，大宗师之力才可成。难道是凌霄？但他为何？你想到了谁？哦，没有，我是在想这封印怎么样才能破除。只要你的功法超过摄此封印之人，便可破解封印。那以我的天资，你觉得要修炼多久啊？若是你勤加修炼，有朝一日或可水滴石穿。既然这封印这么厉害，指不定宋莹也取不出来。不一定。20年前，素影早已修得宗师之力。你要赌一个可能。那我还是勤奋修炼，早日把这祸害还给你。之后，若是你再想入识海，一定要静心凝神，将意识汇聚于丹田便可。哎呀，这饭都没得吃了！你看你，既然醒了，以后饭啊就自己去取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儿啊是地下供你们藏身的地方。怎么又是地下？哎，你们老板是土拨鼠啊，这么喜欢挖洞啊？哎，我说你，哎，不对，哎，我那对有情人呢？什么情人？有情人？谁？阿龙。阿龙谁啊？燕回。哦，燕回和天耀啊，在房中商议要事。要事？他们有什么要事要商议啊？要成亲了？要洞房？要生子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什么事情能比他们谈情说爱更重要？今日见过素影，他真身未动，光是用元神，便把我们压制得如此。看来以后取龙角，恐怕不易。不过，他今日为何不动真身？难道还有什么比取得护心灵更重要的事吗？他在用龙角与九尾狐炼丹。九尾狐炼丹？今日那悬在空中的女子便是九尾狐。素影她不怕引起玄瑶两界的纷争吗？你此前种的狐媚香，或许与此事有关。只有青丘狐族最擅长魅惑之术，用它们才能炼得此等香物。青丘的那只九尾狐，到底藏在我玄门的何方地界？九尾狐乃青丘王族，他的行踪，你即便打死了我们也不知道的。原来凌飞之前在晨星山上捉狐妖，就是为了帮素影找九尾狐。晨星山林飞抓捕狐妖，此后素影便在天香坊以九尾狐炼丹。如此看来，晨星山与广寒门沆瀣一气。不可能，我师父凌霄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。凌霄身为晨星山的代理掌门，林飞做了什么，他会不知道吗？他肯定不知道。他虽然不能将妖怪平等对待，但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私利去伤害妖怪的性命。你就如此信他？你不愿打破幻想，但真相往往就是你最不能接受的模样。你不了解他，你不了解人心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哎，吵什么呢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像鬼一样，吓死我了！你才吓死我呢！我冒死救你们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吵架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哼，那我当然是想让你们甜甜蜜蜜的，腻腻歪歪的呀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什么走？对，你今天要是胆敢踏出这个屋子一步，我明日便以素影来地下城。你疯了！
暴露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哼，你以为我做慈善的？我救你们那肯定是图点什么，对吧？你们要是让我的事情办不成的话，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来呀，你试试呀。我今日已经很累了，不想再跟他纠缠。谁说我们吵架了呀？我们好着呢，我们只不过是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儿，是不是呀，耀耀？这就对了嘛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情侣之间有吵吵闹闹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真情实意的表现。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在吵完架之后一定要讲开，千万不要有这种逃避呀、冷战之类的行为，千万不要去怪罪对方，一定要沟通，一定要交流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行吧，那今晚你们就住一起吧。怎么了吗？啊？要是你们一人一间的话，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。我就要看到你们住一间屋子。又不是没住过一间屋子，有什么大不了呢？住，我们住。怎么样，阿龙？不乐意吗？反正我也没再跟你商量啊。虽然我有伤在身，但是你们的那些秘密，我可以闹到全永州城都知道。哎，不闹，都依你的。睡一张床。哎呦喂，是，就睡一张床。盖一张被。就盖一张被。同床共枕。完美。我会看着你们的啊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们此刻不可以再树敌了。你现在身体非常虚弱，要多注意休息。这是我为你炼成的丹药，你吃了它，就能恢复记忆，就不会再受狐妖的蛊惑。他不是妖，他是人。他若不是妖，又怎能助我炼成此丹？助你炼丹？没错，此丹就是我用它炼成的。你竟然用云溪炼丹？因为他是妖。吃了它，木生，吃了它。吃了它，你想起一切就都好了。吃了它。你竟然用活人炼丹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就算想起过去，我也不会爱上你这个毫无人性的怪物。你才是妖怪，你才是恶鬼！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妖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发妻。看到了，他是妖。他是我们曾经发誓，宁愿死也要斩杀的妖邪。云溪，
云溪，莫生，云溪，是我，云溪，云溪是我，我要带你回家。我们院子里梨花都已经开了，风吹过，院子里就像落了雪一样。你一定非常喜欢。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，我是妖！是你救了我！别看我！20年我们相濡以沫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容貌而嫌恨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是人是妖都不重要。不是，我想回家。都是那狐妖害的。他是妖，他是在报复你。此弹就是我用它炼成的。他是妖，他是妖。这狐妖竟蛊惑你至此，害你妖邪不辨，是非不分。我要你偿命，我要杀了你！重新做回你自己。九尾狐，素影竟然抓了云溪公主。青丘一族集中血脉，如果让青丘知道此事，想办法将此消息带出永州。如果能让青丘知晓，他们一定会派人来营救云溪公主，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好事。永州城被封，此前通传消息的渠道悉数被断，地下甬道也还未瓦通。去找凤千说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七雀堂，可现在地面之上，广寒门弟子尽数出动，要想联系上凤公子，谈何容易？青丘与我有恩，云溪公主遇难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？你准备一下，今夜随我暗访七绝堂。是。妖龙祸乱永州城，接广寒门素影真人的命令，即日起封锁永州城，全力缉拿妖龙和逃窜的妖兽，
一经发现，就地诛杀。贤侄可是让我好找啊！你竟然当真搬了如此厉害的地方，也好。这七绝堂到底还是成了我的囊中物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你为霸占凤家产业，指使药仆杀了我双亲，如此利欲熏心之举，你以为你能瞒多久？只可惜，你受广寒门庇护多年，让我无法报仇雪恨。当年你爹就是因为对妖怪太过仁慈，才招致杀身之祸。没想到你竟然也学着他勾结妖物。你如实相告，那妖龙现在何处？兴许念在叔侄一场，我饶你一命。妖龙，你少跟我装傻！你三番五次的向我索要那主仆二人，那个妖仆不就是龙吗？你以为你可以护得了他们？不想说？贤侄，看来凤家祠堂又要添新派围了。贤客姑娘，你是与我们公子心有灵犀才来到这儿的吗？你们公子人呢？我们公子他被人抓走了，现在恐怕已经……什么？姑娘定神，以凤公子的本事，定不至如此。你说的对，可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被抓住了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公子的遗物，他之前吩咐我，如果他死了，就要把这个交给你。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先前凤鸣将他带走了，说要给凤家祠堂添新牌位。差不多了，罢了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这就死了，我们也不好交代。走。第三块。贤哥，我给你熬了碗汤。谢谢，你好些了吗？花围怎会在你这儿啊？你店里小二给的，说是你的遗物，让我务必收下。先前情况未明，确实做了两手准备，如今还未到生死之日。贤哥可还愿将此物还于我？凤公子还有给了东西又要回去的道理。我此后还有要事，需他派上用场。喏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如此重要？这是我父亲早年云游海外时寻得的通讯至宝，本取名为爱凤，可我母亲嫌这名字难听，便改成了花围。我就是用它缔造了七绝堂的情报网。所以，它是用来传递消息的。不仅如此，七绝堂搜集的所有绝密消息都可以在上面查阅。
千里无阻。千里无阻。那正好，麻烦凤公子将云溪公主被素影囚禁一事告知青丘。那日你救我，也是为了给青丘传消息。此事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青丘国九尾狐一族极重血脉，世人皆知。若他们要知道素影的所作所为，玄瑶两界必起争端。难道凤公子要见死不救？我可记得你们七绝堂是绝不欠人恩情的。我的命可以给你，这件事不行。你救一人，便会拉整个永州百姓陷入玄妖之争。你若是今日不答应此事，我便将你送回凤鸣手中。你不会这样对我。好，你有你的信仰，我有我的恩义，那就不为难凤公子了。这个消息我亲自去送。哎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你好，主人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将云溪公主。好的，关于云溪公主的最新消息是，她已经被素影所杀。离永州城还有多远？就剩半里地了，得加快动作了。是。兄弟，走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糟了！老主又来给那位姑娘取吃的了。老主是真的关心那个姑娘，都不舍得让那个姑娘自己走几步。就是玉丽，何事如此紧张？素影的结界已经渗透至地下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各位，素影借用龙角阵，将整个永州从地上到地下全都封了起来。我们结成了笼中之鸟。哎呦，完蛋了！我还没带你们出去干我的事儿呢。要是没有别的办法，藏在这里，迟早会被发现的。你若能将云溪公主的死讯传去青丘，有九尾狐一族干扰素影，我们或许可以逃出去。我不能这么做，消息传出，恐挑起玄妖大战，祸害永州。到我发言的环节啦！这斗兽场被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多人听到，你是真觉得这件事情是藏得住的吗？再说了，这云溪公主啊，是青丘大国主最珍惜的女儿，你们觉得大国主会善罢甘休吗？哎，我话就讲在这儿了，这永州城呢，迟早要没的，倒不如我们拿来利用利用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瞟我一眼，啊？怎么了，姑娘？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到底是何来历？等一等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讨论？无论如何，这个消息绝不会从我口中说出。永州城，别人不守，我守。你刚才有在听我说话吗？啊！我说这个永州城迟早要没的，这是你该说话的地方吗？什么东西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在这说，家里有这个地方了不起啊？不就是一个地下吗？别吵了！有天怎么了？哎，你来打我呀！你这么厉害！别吵了，闭嘴！坐下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吵有用吗？现在无论是要把消息传去青丘，还是要离开永州，我们都要先解开龙角的封印。只有破了龙角的封印，我们才能安全的离开永州，才能活命。等离开永州之后，你俩爱干嘛干嘛，爱跟谁唠叨跟谁唠叨。燕回说的对，你那龙角不是你的吗？说那封印怎么破？得靠你。我，此话怎讲？我识海里的灵力就那么一点儿。若只是欠缺识海灵力，
可以问他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难不成还会说话吗？可以的哦。关于您刚才询问的短时间内快速增加灵力的方法，解法是。诸位，广寒门宿影借龙角封印成一阵法，锁住了永州城，我们从地下也难以逃出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帮助天耀打破龙角封印，我们才可离开。玲珑乃妖族之首，帮龙主找回龙角，我们本就义不容辞。对，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。我需要大家帮忙，将自己的灵力借给颜回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把灵力给玄门的人？就是啊，反正我们是玄门人。这个人不一样，他之前帮过我们。玄门人素来狡猾，我还是不信。不能给！若要打破龙角封印，非颜回不可。为什么要给他们呀？什么都给他们，我不愿意给。我相信你。早前在竞技场，你为救龙主孤身涉险，为他取回了名牌。方才有我等能够平安逃出那个妖怪种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龙主。相信。我虽不信任玄门之人，但我也愿意相信龙主。他说的没错。会帮你取回龙角，我也一定会带着你们活着离开永州城。好，我相信你，相信龙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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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何？还是不够，我就是担心取龙角那天发挥失常。我帮你啊！你下次进门前能敲个门吗？你的门能敲吗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为了这点破事儿，却让你的情感出现了裂痕。所以呢，我单方面决定了，我来陪你破阵。祝你马到成功。你有这么厉害吗你？哎，你别说啊，我可是跟他一样是不死之身呐。既如此，何不也献一份灵力给他？我的灵力他也用不了啊，但是我可以用来保护他。那不如让我去看看你的识海灵力，这才好判断他用不用得了。哎呀，没必要那么急着防着我。我跟你们讲，至少在离开永州城这件事情上面，我跟你们肯定是在同一战线上的呀。啊，阿龙啊，
你不是想要声东击西吗？你让凤家公子还有弦歌姑娘去引开凤鸣，你去引开素影，把这个时间和空间留给燕回去破阵。待他破了龙角阵之后，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龙角放到你的手里。我可是影子，这件事儿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。言之有理啊。不妥啊？有何不妥啊？事关所有人安危，此人不足以信任。我看他是个白眼狼吧？哎，我都救你这么多次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让他滚。哎，你这滚！我走。哎呀，可以呀！啊，白眼龙，白眼人，白小生。哎呀，原来我们都姓白呀！哪有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呀？你放心，我都听你的。白小生，睡了吗？燕姑娘，你吓死我了！这大晚上的孤身来找我，不大合适吧？我来找你，是觉得你白天说的那个办法很好，想跟你商量商量，到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。我又不是真的白眼狼，而且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次，至少在离开永州城这件事上，你没理由害我们。哟，您倒是难得说了一句人话。要取得天耀的信任很难，你理解一下，毕竟他以前被人害得太惨了。他有悲惨的前世，你理解并且心疼他。不错，看在这个对你们感情是加分的份上，我就不跟那个白眼龙计较了。计划呢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我打算在我们取龙角的那一天，你先躲到我的影子里，然后呢，我再带你出去。出去之后，等天耀离开，你再陪我去取龙角。取到龙角的第一时间，你就去找天耀，然后把龙角插到他的头上。可以啊。这么容易就同意了？哼，那是你低估我了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拉钩。你这小孩子的约定能够束缚我？你要是敢坑我，就连小孩都不如。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收集到这么多灵力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精神多了，但要破除龙角的封印，我还是没什么信心。慢慢来，别心急。如此多妖怪给了你妖怪灵力，你竟然没什么异常？天地灵气本来都是同源而生，玄妖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区别。通俗的讲呢，就是都是吃白米饭长的肉，能有什么差别？警告！警告！有线人观测，广寒门弟子已经开始向地下搜索。警告！警告！有线人观测，广寒门弟子已经开始向地下搜索。报的能信吗？定是我失踪的事被他们察觉，现在开始搜索地下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地下城便待不了多久了。我得先上去引开他们的注意力。不行，上面可都是广寒门的人。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。
你姐妹这么多年在永州城，不是白待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必了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怎能看你孤身前去，而我置身事外呢？好。贤哥，千万小心。回头，我们在有阳光的地方见。第一次把这么多人的性命担在肩上，这一次，我一定不能输。姑娘，我和小九将上面打通了，甬道通向永州城地面一个极其偏僻的角落。你们从这儿上去，定不会有人发现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，我原身穿山甲，小九原身地鼠，挖洞我们最在行了。莫提此事。咋了？地鼠怎么了？最近大家不都称赞你挖洞又快又好？叫你莫提了，还动手？我动手怎么了？你再动试试。我仙客，该走了。玉丽，我们上去以后要注意将洞口掩盖。姑娘，上面步步惊险，此时离开太过冒险了。可一直在地下避而不出也不是办法，迟早将自己陷入绝境。不如趁现在，我们还可以主动出击。放心吧，我和凤公子对永州极为熟悉。我们上去以后，可以引开凤鸣，还有广寒门弟子的追捕，为燕回恢复灵力、取得龙角争取时间。不如让我去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来。姑娘召我等前来，所谓何事12公子听令，我离开以后，你们要保护好弱小的妖怪。待永州封印打开，你们各自保护妖怪们逃出永州。从此以后，不再回来。活下去，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命令。出了永州，你们就自由了。多谢姑娘多年照顾之恩，是我该谢谢你们。竟然没死！
难得呀，你这辈子也就夸了我这么一句。有护心灵在身，你果然恢复得不错。可凭现在的你，也妄图阻我取灵，简直做梦！说好会帮你的，不会食言。你从哪儿来？我一直藏在你的影子里。淋漓学习的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都得上。我保的人，你休想动！你的同伴去了龙角封印。天耀，20年不见，你学会撒谎了。你我在此血斗，永州城毁了，我无所谓，你可也是无所谓。很好。你先办你的事，我不会让他阻碍你的。你小心。以我之势，我之突袭，我身之命，请降神灵。哎呦，你还挺可爱的啊！护心灵没在你身上。
心灵在哪？ 20年前你得不到，20年后也依旧得不到。说，护心灵在哪？道少，燕怀，你先前说愿意把灵力放进我的识海，你觉得加上你的灵力，我可以吗？ 行是行，但我的灵力对你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愿拿命一试。好吧。白晓生，撞击黑夜。之土息，我身之命，请降神灵。天阳，我拿到了。 杨怀，他成功了。时光，快走，可以出去了，走，走，可以出去了，快！ 看来燕辉已破龙角阵，仙狗竟然杀了吞金兽，你以为你们取了龙角能跑得掉吗？
先给添药，他快撑不住了。你放心。素影，妖怪，刚破封印便撞上素影，吴心凌不会保不住了吧？我见过你，想不到你竟然是陈心山弟子。你的心疾呢？你怎么会与妖在一起？天瑶，破阵者是谁？你们晚说一分，他就会多一分痛苦。我再问一遍，破阵者是谁？跟你拼了！素影真人所求，我知晓。你？我在妖龙身边得知一个秘密，护心礼。你知道那东西的下落？没错，还请真人附耳一听。可以。妖怪，不可！早看你不顺眼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妖怪，找死！快，你没有时间了，赶紧融合龙角。玄门叛徒，你有什么资格谈背叛？妖极恶，恶当诛。这女人厉害的很，我撑不了多久。念佛之力，甘愿后进，上！你们以为凭你们挡得住我？螳臂当车。我帮你。住手！放了他们。无声。放了他们，否则我杀了他。听闻素影真人寻了这陆公子20年，今日我若失手杀了他，岂非可惜？与天有期，照空山沧海。放不放？放他们离开永州。
立刻放不放？放！我放。换八荒龙眼。杀不了你，我还杀不了我自己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门主，那妖龙还追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他的性命更重要。回广寒门。是。天耀，我们做到了，所有人都活了下来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完整的身体。燕回，天耀，他们怎么样？力竭了，也是力竭而已，应该休息一下就好。此处离风崖镇不远，我在那儿有一处别院，不如先让他二人前去休养一下。这样也好。走了。姑娘，此间事罢，我们或许真要在此处告别了。多谢你。幸不辱使命。凤母在此，想对诸位致一声歉意。哎，凤公子，您这是？今日我唤出家族的守护神，方才得知真相。多谢守护神相助。我并非神明，而是与你父亲签订契约的妖婆。当年我中了暗算，险些死于凤灵之手。你父母为救我，将我封印到宝石中，却也因此耽误了逃生的机会。在你危难之际护你周全，是你父亲与我最后的约定。怎会如此？不可能！如今冤仇得报，你也已长大成人，我终于可以去九泉之下再见救主。这些年，我对妖怪恨错了。此前因我一叶障目，固执己见，对诸位多有得罪。哎呀，别，我们都是一起战斗过的伙伴了，别搞这套，太见外了啊！不过啊，再遇到妖怪，得对他们好一点，不是所有妖怪都像我们这么明事理的。好。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天下之大，除了永州，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我想回家看看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要不去我家？
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既然你盛情相邀，那……哎，算了，你别去了，我逗你玩呢。说一说你这……好，那我们就此别过，有缘再见。多谢姑娘照拂，我等就此别过。